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现如今，很多人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出现一些心理疾病，焦虑症呢就是其中的一种。那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焦虑、紧张的状态，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危害呢？下面木子就跟大家说说。第一个是影响身高，有研究表明，患有焦虑的女生平均身高都会比正常女生的矮5厘米左右。第二个是增加死亡率，那有研究发现长时间处于焦虑状态的男性会增加患心脏病的风险，就连死亡率也会比普通人高出23%左右。而焦虑的女性死亡率呢，也会比普通女性高出23%左右。第三个是引发睡眠障碍，比如入睡困难、多梦、易醒等等。而且呢，在睡眠障碍的影响下，还可能会导致你神经紊乱。第四个是增加患癌几率，心情的好坏跟身体的健康有很大的关系。有现代医学就发现，长期焦虑、沮丧、恐惧的人，往往都更容易发生癌症。所以我们要学着如何远离焦虑。一只羊，两只羊，三只羊，美羊羊，喜羊羊，懒羊羊。唉，睡意全无啊！总是失眠，凌晨2、3点就醒了，很可能是肝火旺了。今天呢，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可以帮助睡眠降肝火。这个方法就是敲打我们的大腿内侧。我们大腿内侧这段是肝经的循行位置，每天睡觉前呢，用指节敲打就行。从大腿根儿开始往下敲，每次敲5分钟。这样敲打能够帮助疏散肝火、疏通肝气，对清肝火、改善睡眠有很好的效果哦。不过我们大腿的脂肪比较厚，所以敲打的时候要用些力气才行啊。一说到水果那你们肯定都喜欢吃，像这个葡萄甜、苹果脆、橘子酸等等。而且在我们的印象里呢，多吃水果也有很多好处。不过大家想的都太过单一了。对于肝火旺的人呢，下面的这2种水果真的不要贪嘴哦。一，要少吃龙眼，也就是桂圆。桂圆是大补食物，而且属于温性。肝火旺的人如果经常吃的话，肝火很难泄下去哦。2，要少吃菠萝。菠萝呢，吃起来甜甜的，但是呢，菠萝也属于温性水果，吃了会加重火气，容易使肝火越来越旺，所以最好也不要吃。所以大家记住了吗？如果实在想吃水果，可以吃点草莓苹果柠檬这些都是可以的。如果你也有上面这些表现，很可能是肝不好喽。当当，今天呢教大家2个动作来看。先做第一个动作，双手握拳，轻轻的叩打脑袋，从前往后叩打，反复的敲打5分钟。这样敲打头可以鼓动肝胆经脉的气血，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。再做第二个动作，坐在垫子上，双腿伸直，然后双手叠在一起，压住左腿，身体向右侧倾斜，到自己的最大限度，再做相反的方向，反复做3到5分钟。这个动作可以缓解腰背疲劳，还有清肝去火、养肝护肝的效果哦。常说气大伤肝，如果经常生气的话，很容易肝气郁结，使肝脏出现问题。那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可以帮助疏肝理气、养肝护肝。这个动作就是拍打2肋，因为肝经是从2肋经过的，那么经常拍打2肋，有助肝经的气血运行，从而达到健脾理气、疏肝解郁、调和肝脾胃的功效。那拍打的方法也很简单，就是将手握成空掌，然后来回的拍打2肋，每次拍打5分钟就行。除此之外，还可以来回的搓摩，也能够达到刺激的效果。每天坚持这样按摩，对肝脏健康有很大帮助哦，还能够帮助改善心慌、胸闷、心悸、2肋疼痛、心情压抑等症状。肝脏的好坏是每个人都重视的，那么肝脏好的人有哪些表现呢？下面我们来看看。表现1，视力好，眼睛清澈。肝开窍于目，所以肝脏好的人眼睛
睛也会很清澈、很有神，并且视力也会好。表现2，脸色好，精神好。大家都知道肝脏有排毒解毒的功能，如果肝脏好，那么脸色也会红润有光泽，并且精神显得也会特别的好。表现3，心情舒畅。肝主疏泄，调畅情志，肝脏好的人心情也会舒畅，不容易发脾气。如果你总是发脾气，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，那可能就是肝不好的表现了。那上面的这些表现，如果你都占了，说明肝脏还算健康，或许容易长寿哦。那肝不好该怎么办呢？大家可以喝点养肝茶，比如蒲公英根茶、菊花茶、苦荞茶等，都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哦。我的女朋友天天熬夜追剧啊，我就好心的提醒她小心肝儿，她就笑嘻嘻的回我小宝贝儿，我说小心肝儿，她说小宝贝儿，最后我崩溃了。说到小心肝儿啊，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肝脏。肝脏好的人呢，腿上可能有一个特征，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。俗话说呀，肝主筋，所以一般肝脏好的人，腿上关节也是比较灵活。随着年龄的增长呢，很多人的身体开始衰退，更有的人呢会出现腿脚不利索的情况，这可能就是肝血不足了。那除此之外，肝脏好的人腿脚也不容易抽筋儿，所以如果你腿上关节还很灵活，也不容易抽筋儿，说明肝脏还算不错哦。好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肝脏受损时脚上会有2种标记，若一个不占，肝脏保养的还不错。表现1，脚底异常干燥发黄。大家可以观察一下，正常脚底呢都是红润细腻有光泽的，这也是身体健康的一种表现。但如果发现自己的脚底异常的干燥发黄，那么就可能是肝脏受损的信号，大家不要大意了。表现2，双脚掌纹明显增多。当肝脏受损时，人的血液会受到影响，而双脚呢又是我们离心脏比较远的地方，所以肝脏出现问题的时候，双脚的掌纹就会有增多的情况出现。所以大家平时要多注意脚上的这种变化哦。说现在生活好了，但身体健康呢却受到了威胁，比如尿酸高。尿酸高不仅会引起痛风，还会损伤肾脏。那尿酸超标该怎么办呢？要淡定，不妨常用2种植物泡水喝，有助稳定尿酸值。菊苣根，菊苣根是一种药食两用的植物，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，把它晒干泡水喝，有很好的利尿消肿、清热解毒的作用。尿酸高的朋友经常的喝一些，不仅可以健脾养胃，对尿酸的排泄也有帮助。蒲公英根，蒲公英根的作用可是比蒲公英还大，其中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、维生素和矿物质，也有清热解毒、消肿利尿的功效。那经常用它泡水喝，对排除尿酸、预防痛风有一定的帮助哦。得啦，今天就唠到这儿吧。大家还有什么想知道的问题，可以给我留言。下期见，拜拜。